刺激的来了！今天阿松哥要讲的这部电影原片整整2个多小时，却因为部分镜头太过血腥被强制删减。可就算这样，还是引起了众多观影者的心理不适，因此这部电影成了韩国影视首部被限制上映的影片，而它就是2010年上映的《看见恶魔》。今天阿松哥翻遍全网，终于找到了未删减版，这就给宝们奉上。影片开始就很刺激啊！连环杀人犯老楞白天是老实看厚的校车司机，晚上就化身残忍的杀手，专挑独行女人下手，越漂亮的死得越惨呢。什么铁锤敲头、残忍分尸，只有你想不到的杀人手法，就没有老楞办不到的。更离谱的是，他一连作案多起，韩国警察竟然没抓到他。然而就在老楞为此沾沾自喜，便打算今晚再杀一个女人时，殊不知等待他的正义审判即将来了。深夜，老楞回家时偶遇了一个车子抛锚的女人，老楞一瞥，哟呵，还是个美女，于是决定杀了她玩玩。殊不知这个女人可是情报局特工怂哥的未婚妻，你杀了他的人，你还有快活日子吗？可老楞是谁呀？他不在乎，于是将女人打昏之后拖到了家后面的仓库内，而这个仓库就是老楞平时杀人分尸的现场。只见奄奄一息的女人祈求老楞放过自己。 죽이면 돼요. 왜? 저 아이를 가졌어요. 살려주세요, 제발. 殊不知老楞天生冷血，听了这话，直接面无表情的手起刀落。就这样，女人嘎了，甚至还被老楞残忍的分尸了。老楞原以为自己的这次作案也一定和之前一样可以高枕无忧，殊不知第二天，一个小朋友在河边玩耍时发现了一个黑色塑料袋，打开一看，里面竟然是人的耳朵。很快，警察接到报案，立刻对这片水域展开了地毯式搜索，没多久就找到了女人的脑袋。未婚妻确认死亡，松哥辣椒一个伤心呐，愤怒和冲动占据了他的内心，他发誓一定要自己找到凶手，用1000倍、100倍的痛苦报复回去。很快，松哥在老丈人的帮助下，得知警局锁定了4位嫌疑人，并得到了全部资料。松哥一个个找去，不管对方是不是杀人犯，上去就是一顿暴揍。最后发现找错人后，他就再去找下一个。就这样，松哥成功找到了老楞老家。在询问邻居后，得知老楞是个性格极端的人，独自住在一个荒废的院子里。松哥潜入老楞家，果然在一个上锁的衣柜里发现了大量女性衣物。松哥瞬间呼吸急促啊！好家伙吧，可算找着你了！可就在松哥翻找有没有未婚妻的衣物时，无意间发现房间后面还有一个仓库。果然，等他走近一看，我操！仓库内满是血迹，一看就是杀人现场。而眼神极好的松哥在下水道口发现了未婚妻的婚戒，一时间愤怒代替了他的理智。松哥满脑子都是复仇，于是他连夜在老楞家附近蹲点。终于在今天晚上，松哥发现老楞又扛了一个倒霉的女人回来。不过这一次，老楞想玩点花花的，没去仓库，反而来到了一处大棚内。就在老楞准备痛下杀手时，忽然听到了走路的声音。警惕的老楞拿起镰刀向着门口走去，果然看到了一脸淡定的松哥。起初老楞以为松哥是警察，还很惊讶韩国警察的办事效率什么时候这么高了。 대한민국 경찰이 이렇게 빨리 찾아? 结果等了几分钟也没见到第二个人，老楞就意识到眼前的男人一定是自己曾经杀过的女人中的家属。但松哥究竟是谁，老楞不在乎，因为他镰刀在手啊，还能怕了松哥不成？可作死的老楞不会想到，松哥可是一名特工啊，打架人家是专业的。果然反抗了没2下，老楞就趴吧了。原以为松哥会杀死老楞报仇，结果没想到他举起大石头停在了半空中，因为松哥想到了一个更痛苦、更残忍的折磨老楞的办法，那就是放了他，就像是猫鼠游戏，他逃他追他插翅难飞。而用这种办法对付一个连环杀人犯，可谓是爽到爆啊！于是松哥将老楞揍得鼻青脸肿后，在他体内放置了一枚追踪器。松哥甚至还怕他伤势太重，还特意留给了他一笔钱看病。这给老楞气的真是又想哭又想笑。但没办法，身体是老楞犯罪的本钱，他还是假装踢足球摔断了胳膊去了医院。谁知医生是个专业的，一看这伤，踢啥球能伤这么重啊？铅球啊！老楞一听这话，心里很不爽。就在他决定教训一下医生时，一个漂亮的小护士引起了他的注意。只见老楞一脸骚气的与小护士搭讪：“小姑娘几岁了？有没有男朋友啊？你看叔叔怎么样啊？”老楞猥琐的模样吓坏了小护士，殊不知老楞并不会知足。果然，他趁小护士一个不注意，将其堵在了空房间内。네가 벗어봐. 에? 쌍판되게 칼질하기 전에 빨리 벗어 이 씨발년아. 小护士缓缓解开扣子，脱掉了上衣，看着对面的大叔，不由得舔了舔嘴唇。大叔还不知足，竟然开始上手。小护士不敢反抗，只能任其摆布。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，身后的门开了，大叔还没来及反应呢，就被闯进来的男人一个灭火器直捣。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的老楞站起来一看，我操，这不昨天打自己的男人吗？一想到这里，老楞就很生气，抄起家伙就开始跟怂哥干。可他根本不是怂哥的对手。只见怂哥一个发狠，直接握住了老楞挥来的手术刀，顿时鲜血如涌注。而看着面不改色的怂哥，老楞有点怂了。
这个小子还真硬气啊！然而就在他迟疑时，怂哥扯住老愣的领子，一个用力，啪的一声将他摔在了柜子上。这下老愣彻底失去了反抗能力。就在都以为怂哥会痛下杀手时，他竟然喊住了要走的小护士，让他留下来，因为等会儿还要给老愣做急救呢。紧接着，怂哥就抓住老愣的脚，对着他的脚劲狠狠地挑了下去。剧烈的疼痛疼得老愣嗷嗷叫，还不如死了算了。可没办法呀，经过急救，老愣又活了过来，甚至还被怂哥放生到了又安全又没人的地方。老愣疼得大喘气儿，但此时他的心里很纳闷啊，怂哥是怎么找到自己的？脱了鞋子检查也没追踪器呀。不管了，老愣拖着一条伤腿一个胳膊，心里的憋屈直接达到了顶峰啊！想问老愣杀人无数，何时受过这等屈辱啊？既然怂哥想玩花子，那自己就奉陪到底。殊不知老愣这些发泄的话，全都被监视他的怂哥听得一清二楚。原来这老愣是越挫越勇啊！殊不知正是因为怂哥一次次的放过老愣，很快就会酿成大祸。果然回到家的老愣躺在床上回忆今天发生的事，并且很快反应过来，既然追踪器不在他身上，那肯定就是在身体内呀。而且老愣忽然想起自己曾经杀过一个女人，戴过的戒指与怂哥手上的一模一样，看来怂哥是在给媳妇儿报仇啊！既然知道了怂哥为谁报仇，那还不简单呢？于是第二天，老愣就打听到自己曾经杀死的女人的信息，得知他还有个老爹和妹妹。于是老愣嚣张的威胁怂哥：“你不很厉害吗？我现在就要去杀了你老丈人了，你有种来呀！”很快，老愣吃了一大把泻药，顺利将追踪器排出体外，并打昏清洁工后，将追踪器塞进了他嘴里，成功摆脱了怂哥的追踪。现在老愣又要去嘎人了。这个杀人犯太嚣张了，私闯民宅，将主人打得血肉模糊。这还不算完呢，在看到主人漂亮的女儿时，又变态的将其强奸后杀害，并抛尸在了大街上。做完这一切，老愣嚣张的给怂哥打去电话：“看到你老丈人和你小姨子下场了吗？这就是你逞能不杀我的代价。而且你现在是不是很想杀了我呀？嘿嘿，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，因为我现在要去警局自首啦。”要知道，韩国没有死刑啊，就算凶手是穷凶极恶之徒，到了年限就会被放出来。老愣这是打算在牢内平安的度过下半生。殊不知此时的怂哥怒气值一满，他没想到自己折磨杀人犯的结果居然害了家人，他痛恨自己的同事，并下定决心这次一定会杀了老愣。果然在警局门口，嚣张的老愣走下车，站在马路中间炫耀，结果下一秒怂哥开车出现。怂哥并没有去其他地方，而是将老愣绑在了他自己杀人分尸的仓库内。听着老愣不知悔改且嚣张的话，怂哥恨不得立刻杀了他，但他不想老愣死得这么轻易，于是设置了一个机关，用绳子吊住砍头的铡刀，并穿过门把手，让老愣咬在嘴里。一旦松开绳子，老愣就会人头落地。怂哥临走时又在老愣嘴里放了枚追踪器，方便得知他的下场。对于这个折磨法，老愣是没想到的。谁知当晚父母带着儿子登门，见门打不开，而且里面传来老愣呜呜的叫声。父亲有点着急，于是就更加用力了。就这样，老愣在极度恐慌中死在了亲人手里。而不远处听到这一切的怂哥终于大仇得报，原以为怂哥会因为报了仇而笑出声，结果他却哭了。这种空虚落寞的样子让我们知道，怂哥或许再也回不去了。影片到此结束。看见恶魔这部电影，说实话真的给阿松哥看恐惧了啊！这种恐惧不同于电锯杀人狂的残忍虐待，那种拿着锤子杀人的画面实在是忒真实了。重口味的宝们可以去看一下原片，肯定吓你得死。Goodbye everyone。